戒真的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？男人的噩梦就是彩礼。我不想结婚了，订婚戒指花费越高，离婚风险也越高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知道下个月是什么月吗？有很多人要结婚了。还好我没有什么朋友。婚礼算得上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而当新人要准备婚礼的时候，女方呢发现东西越买越贵，首席越订越贵啊，婚纱越选越贵，然后只要男方不满足自己的话，对方就是不爱我。而男方呢，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不想结婚。很多人会在准备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重新思考，还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？婚礼越昂贵，真的会越幸福吗？钻戒真的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？于是我调查了一下各国的婚礼花费，每个国家也不一样，还有关于钻戒的骗局，真相就在这条视频里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奔最敏感的主题，就是钱 ，money money money。中国以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大城市为例，上海新人的平均花费大概是在34万元左右，而北京的平均花费大概是在25万左右，这些还不包括买房和买车。美国有不同的州，不同的州可能水平会相差很大，比方说像在曼哈顿的话，可能就要到7万美金左右，但是平均的话，他们的花费大概是在2.4万美元，也就是大概差不多18、19万的样子。日本的话大概是331万日元，也就是大概25到30万人民币的样子。各国的婚礼的平均花费的数据呢，就在接下来这张表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，欧美和日本、韩国其实花费的差距不是特别大，大概就是20万到30万之间。但是欧洲里头，德国算是一股清流，德国人不太愿意花太多钱在婚礼上，他们甚至可能都不会去酒店里面去办婚礼，可能就是在自己家的后院办婚礼。他们平均花费5300欧，也就是差不多5、6万块钱。然后甚至有一些就大概1000欧就搞定，我也不知道这1000欧怎么搞定，可能就是在后院办个 party 吧。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就是，中国的人均收入是低于这些国家的，但是中国的婚礼开支和花费是不低的，而且再加上中国不同的地区对房、对车、对彩礼都是有要求的，所以相比之下，其实中国人的婚礼要花更多的钱。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话题，也就是男人的噩梦，就是彩礼。中国居然有彩礼地图，真的是惨无人道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彩礼这个东西的。中国、韩国、日本都有彩礼这一说。在日本的话，彩礼一般是150到200万日元，大概是折合人民币10万块钱左右的样子。但是这个不是硬性要求，男方去提亲的时候也可以送礼物。在欧洲和美国基本是没有彩礼这个概念的。还有就是关于宾客的份子钱。份子钱也是只有中国、韩国、日本才有，而在欧美的话，其实不会直接给钱。欧美的话，类似于新娘会给出一个结婚清单，比方说他们结婚之后，上面需要一些什么家电啊，或者瓷器啊，或者各种其他东西，他会明确的列出来，然后发给所有朋友，然后大家可以进行认购。因为上面要的东西都是新娘给出来她需要的东西，所以说也不用担心说送错礼物，或者是大家送重复。这个理念我觉得在中国引进也很好。而婚礼的花费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？我们先来说美国，在美国的话，婚礼的花费主要是由新娘承担，然后新郎的话主要是负责买钻戒就好了。日本的话，婚礼的仪式的费用一般是由两方承担，然后韩国的话主要是男方负责买房，然后女方负责婚礼的费用。但是也有非常反常识的例子，就是印度。印度的话是婚礼的费用包括嫁妆全都由女方承担，甚至黄金要多少都是由男方提出来，女方必须满足。Excuse me， 在印度的话，女方在男方将来家庭的地位完全是由他当时给了多少嫁妆来决定的。所以在印度，如果一个家庭生了好几个女儿的话，这个家庭完全就是破产家庭。以上是不同国家的婚礼花费，可是婚礼上花的钱越多，真的可以越幸福吗？2015年有一份调查是针对3000对的结婚和离婚夫妻，调查显示，夫妻花在婚礼和婚戒上的钱越多，婚姻的持续时间就越短。而调查的结果解释的是，当夫妻的婚礼费用越高的时候，说明他们之间的经济摩擦会越大，他们会背负更多的债务，而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婚后的生活。双方对对方的满意度越高，反而他们的婚礼花费会越低。秀恩爱死得快这件事情真的是全世界通用，但是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，就是度蜜月和不度蜜月相比，度蜜月可以降低41%的离婚风险，所以说与其攀比性的增加自己的婚礼成本，不如给双方一个好的蜜月。接下来我要讲钻石骗局，想必你应该听过这句话，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流流传。其实钻石作为求婚戒指来说，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，而目前人类探测到的地球上已知的钻石储备量是非常大的。可是钻石为什么还这么贵呢？是因为有人决定不去挖它。在1870年的时候，在南非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，那个钻石矿的储备非常大，只要把里面的钻石全部挖出来的话，市面上所有的钻石一定会立刻贬值。于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，几个钻石巨头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公司，叫做戴比尔斯。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控制了钻石的矿源，通过各种办法来控制产量，稳定了当时钻石的价格，并且通过好莱坞的明星啊、电影情节啊去植入，去给广大的女性朋友们洗脑，让女性觉得钻石能够代表坚贞的爱情，女孩子一定要有钻戒才能接受求婚。这个公司让钻戒成为了所有女人结婚的标配。可是从价值上来说，
钻石真的值得投资吗？如果今天你拿你手上的钻戒去市场卖的话，它的价格可能不到你手上价格的一半。所以说，其实买钻戒其实就是投资了一个美好的故事。但是卖钻戒的人不会跟你说，订婚戒指花费越高，离婚风险也越高。看完这些，你是不是明白，其实婚礼花费的多少真的不能决定你将来会不会幸福？最后，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意见。现在离婚率每年这么高，我们这一辈子真的只会结一次婚吗？你很可能要经历很多次婚礼哦。所以还是省省吧。以上就是我这一期的内容。喜欢我内容的话，记得关注我、投币、点赞和收藏。你也可以把这一条视频转发到你的朋友圈，通知你所有要结婚的朋友们，让他们好好看一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